在日本街头随便进路边哪一家中华料理店，几乎都能在一堆菜单里发现一道雷打不动的招牌菜，它在日本的普及程度简直是能跟拉面、饺子平起平坐，那就是天津饭。但这事特别神奇，一道名叫天津的爆款美食，在他的老家天津不仅压根没有这道菜，而且天津人听了都得愣2秒，骂天津饭。既然天津根本没有天津饭，那为什么他要在日本借用天津的名字呢？今天咱们就在日本街头聊聊这道日本平民美食。日本综艺就曾做过街头调查，当得知天津根本没有天津饭的时候，日本民众的世界观都坍塌了。没错，在他的老家天津，连天津饭一个影子都找不着。这完全是一道由日本人发明，只存在于日本的伪中华料理。那这就奇怪了，既然天津压根没有这道菜，那为什么日本的厨师非要借用天津的名字呢？这究竟是一场美丽的误会，还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语言包装呢？这就不得不提昭和初期的日本了。天津对于日本普通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它还是一个 IP 来的。因为当时日本进口的高品质中国农产品，很多都是从天津港运来的。比如大家都听过的天津干栗，到现在在日本都是很有名的零食。还有大名鼎鼎的天津小栈道，就在这些食材跨海而来融入日常的过程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语言现象发生了。天津这2个字开始逐渐脱离它原本的地理属性，异化成了一个象征符号。在当时的语境里，天津几乎成了高品质地道中国味高级感的代名词。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语言错位和异域化包装，就像美国常吃的加州卷，加州本地并没有把牛油果卷进寿司的传统。或者像我们说的荷兰豆，荷兰人其实管它叫中国豆。人们总是喜欢用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地名来为本土化的新事物增加一层神秘的滤镜。但最好玩的是，虽然是日本人自己捣鼓出来的，但你要让东京人和大阪人坐在一起聊天津饭的起源，他们估计能当场吵起来。都是叫天津饭，但它在关东和关西的味道是完全不同的。在日本，天津饭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南北差异。东京那边的关东派是以浅草、来来轩为代表的，主打一个酸甜口。据说当年是为了清库存，厨师就把剩下的蟹肉还有鸡蛋一炒，盖在饭上，还淋了红彤彤的番茄酱汁，看着就很开胃啊。但是到了大阪这边的关西派，大正轩的厨师不是这么玩的，他们用上了正宗的天津小栈道，再配上高汤和酱油调出来的茶色芡汁，吃的就是一口咸香提鲜。也就是因为这样，东京人和大阪人眼里的天津饭就像是红玫瑰和白玫瑰。你要是在网上问一句天津饭到底是什么味道呢？那关东网友和关西网友那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谁也不承认对方吃的是正宗天津饭。那么最初的灵感到底是从哪来的呢？很多饮食历史学家认为天津饭的原型其实是传统的鲁菜粤菜中的芙蓉蟹，或者是叫滑蛋炒蟹肉。那为什么到了日本人手里非要把鸡蛋盖在饭上，还一定要淋上一层厚厚的芡汁呢？这就触及到了日本饮食文化深处的一个执念，就是对软糯口感和芡汁的偏爱了。我们上次说过的日式麻婆豆腐也就是这种口感。日本人认为芡汁不仅能保温，还能把食材的味道紧紧锁住。最重要的是，它能让食物顺滑地滑进喉咙，被人毫不费力地吃下去，好像是刻在日本平民美食 DNA 里的。那说白了，这早就不是什么简单的菜谱改良了。日本人在学做中华料理的时候，压根就没想过要搞什么1:1原版复刻，他们更像是在做二创。简单来说，就是借着咱们中餐的名字和做法当个外壳，里面塞进去的全都是日本人自己从小到大的日式灵魂。而这种2次创作的生命力是极其强大的，强大到什么地步？它甚至打破了美食的次元壁，完成了第3次突变。没错，就是龙珠。鸟山明先生是一个十足的中华料理爱好者，他直接用这道菜的名字命名了漫画里那个长着3只眼、会放气功炮的武术家天津饭。
而它形影不离的搭档叫做饺子。当天津饭作为一个语言符号脱离了食物本体，进入了全球流行的动漫文化中，它又被赋予了热血、战斗和童年回忆的新内涵。从一个中国地名，再到一道日本盖饭，再到一个风靡全球的动漫角色，这个词的漂流之旅，难道不比小说还要精彩吗？如果我们深挖一下，就会发现，不仅是天津饭，日本的中华冷面啊，干烧虾仁啊，甚至印度的满洲里菜，美国的左宗棠鸡，每一种所谓的伪中华料理背后，其实都藏着一种文化共生的智慧。在很多人看来，不正宗、魔改似乎是一个贬义词，但这种语言和认知上的误会，并不总是坏事嘛。语言在交流的过程中，信息的折损和误读是必然的，但是正是因为这种误读，给了本土文化生根发芽的空间，它打破了原有的条条框框，创造了全新的充满生命力的事物。说到底，天津饭根本不在乎自己像不像天津菜，它也就是个披着天津的马甲。但几十年来，这一碗热乎的盖饭，实实在在地填饱了一代又一代日本打工人的肚子。正不正宗，在好吃和管饱面前，好像早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哪怕它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误会，也早就成了一种不可替代的日常滋味。世界很大，语言的误会无处不在。你还知道哪些以地名命名但当地根本没有的神奇美食吗？把你的发现写在评论区，我们一起在评论区里继续这场环球语言美食之旅。如果这期视频让你觉得有点意思，别忘了点击订阅。我是亚伦，我们下期见。